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今天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日本民间传说当中的妖怪，它就是洛心腹。我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名字一定特别陌生，但是当你们看到它的长相的时候，一定就不会那么陌生了。这个人头蜘蛛身体的怪物，真的颇有一份《大话西游》里面蜘蛛精的感觉。然而在日本的江户时代，这个生物竟然是民间口口相传的惶恐之物。那这个蜘蛛精究竟是如何深入人心的呢？本期就来给大家带来洛心腹的传说。洛心腹又叫做蜘蛛妓女，是日本民间传说中的神话生物。这些蜘蛛具有惊人的超自然力量，它小的时候和正常的蜘蛛也没什么区别，体长平均在2到3厘米之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们会变得很大，有时甚至会超过人类的大小。这些蜘蛛因为体型大、色彩鲜艳生动、编织的网结实而坚固，以及会迫害年轻人而闻名。传说在江户时代，当时由幕府统治。当一个洛心腹生活了400年后，他就具备了成长到母牛大小的能力，会发展出神奇的力量，并开始以人类为猎物。他们可以变身为年轻性感的美丽女人，在山洞、森林或城镇的空房子里筑巢。他们狡猾又聪明，对待人类很冷漠。如果洛心腹要进食，有一个很典型的故事，就是他们会变出一个空的旅馆、房屋或者神社，其中一部分蜘蛛就会变成充满诱惑力的妓女。他们会演奏琵琶，歌声动听，诱惑受害者吃蛋糕、喝清酒，然后等待时机成熟，他就会靠近受害者，并吐出致命的蜘蛛丝，缠住了他的脚。受害者根本无法逃脱，只能乖乖被蜘蛛们吃掉。其实从生物学来讲，蜘蛛的交配过程中，大约有80%的雄性蜘蛛会死掉，尤其是那些比雌性小得多的蜘蛛，很容易就会把雄蜘蛛当成猎物吃掉的。那么这个洛心腹是不是也和蜘蛛的特征相关呢？传说当中，洛心腹最喜欢的猎物就是年轻英俊的男人。当他们发现自己想要的男人的时候，就会使出全部的魅力，邀请男人回家。如果诱惑成功，那必死无疑，因为他们可以吐出足够强硬的蜘蛛丝，缠住男人无法逃脱。他们还具有强大的毒液，可以逐渐弱化男人的力量。这下蜘蛛可以慢慢品尝到了受害者的身体，饱餐一顿，受害者只能遭受漫长而痛苦的死亡。洛心腹还可以控制手下大小规模的蜘蛛群体，甚至可以喷火烧毁任何对其产生怀疑的人或者房屋。即使在繁忙的城市中间，洛心腹也游刃有余。传说中他们的家中聚集了数百人年轻的尸骨，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越美丽的人往往越危险。其实在1603年至1868年期间，传说就开始了。在江户时代的怪谈故事集《太平百物语》当中就记录了蜘蛛爱上男子的故事。故事中洛心腹改变了容貌，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女人，要求武士嫁给他。据说在日本静冈县的伊豆市有一处净莲瀑布的景点也和洛心腹的传说有关。传说有个人的脚下被大量的蜘蛛丝缠住了，当时他就坐在瀑布下面，为了救自己，他设法剪断了蜘蛛丝，并将其绑在了树桩上，拖入了水中。这件事情发生后，村民害怕的不敢再前往瀑布了。然而有一天，有个外地来的伐木工并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于是开始在该地区砍柴。他的斧头不小心掉入了水中，他跳入水里寻找斧头，突然一个美丽的女人出现了，他把斧头还给了他，告诉他永远都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过他的事情。他信守承诺的同时，也感到特别焦虑。有一天他喝醉了，无意当中说出了这个秘密，没想到他睡着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其实这个故事的后续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这个伐木工爱上了洛心腹，每天都会去瀑布报道，目的就是为了见他一面。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开始变得越来越虚弱。瀑布附近有一座雨庙，里面的和尚洞察了一切，他认为伐木工人已经被蜘蛛困住，再不解救就会出现危险，因此两人一起去了瀑布。和尚在那里诵读佛经，在念经过程当中，果然从水池里爬出了一只大蜘蛛。和尚继续大声念经，蜘蛛就从此消失了。尽管伐木工人意识到这名女子是一只蜘蛛，但仍然不能忘记她。鬼迷心窍的他向山上的妖怪寻求帮助，也被告知别无他法。这些故事也使得洛心腹的传说起源和水神的信仰有所关联，当地人也视洛心腹为保护人不溺水的女神。本期正正讲的日本洛心腹是不是给大家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但又说不出是出自哪里的生物呢？也许大家会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看到过人头蜘蛛身体的怪物，或者在美国科幻片中经常看到以蜘蛛变异作为题材的电影呢。其实这些怪物创造出来也是供人消遣的，毕竟超自然的故事越猎奇越好看嘛。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想看什么的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给我。